这就是为什么大陆后面弯道超车的原因。唯一不能被检讨的能源政策的政党就是民进党，他就是死不悔改，就是一条道路走到黑。大陆短期内它发展的快，法律很快可以跟进科技的发展。反核是民进党逾越不过去的一道神主牌。不留情面，当场开喝。陈胜文故意凸显蓝宇核废好可怕，根本就很安全。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川普公开反对风电、太阳能，4季骗局让电价创新高，残害农民。他说：“我们不能同意风力发电摧残农民，太阳能发电，美国愚蠢的日子过去了。”其实川普他讨厌这些风电、光电不是第一年的事情，这个政策可以从上一任第一次当总统那个时候，他当时就看到了奥巴马政府补贴风电、光电这些再生能源政策，花了非常多的钱。这件事情也不能怪奥巴马，因为在那个年代，国际上真正兴起整个再生能源的狂潮，各国的环保团体也好，政府也好，甚至是银行家、企业集团都在投大资金给风电、光电。可是奥巴马时代过去，到了川普的时候，他们开始发现这些风电跟光电给国家的财政支出带来非常严重的赤字，而且不止美国，连国、欧洲都屡屡产生这种情况。所以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发言过好几次说，我们应该要终止奥巴马的这些再生能源补贴的政策，我们不能够永远的在烧钱让这些政府扶植相关的产业。川普这个人，他一个商人，再加上他所属的共和党本来就很右派，那奥巴马、民主党他们很左派，左派认为就是我们就是补贴，大政府认为该做的方向、该做的政策，我们就是收税，决定把税金补贴给特定的目的，就是左派大政府的思维。共和党的右派思维，他认为说你们就是应该在市场上自由竞争，好，那我们把这个市场法规弄好了，必要的一些社会弱势什么，我们还是会补贴。可是，在商业竞争上，大家应该自由竞争，自己厮杀。川普他不只是共和党，他本身就是一个顶级的商人，他非常的现实，不会允许奥巴马乃至于整个民主党对于风光的别政策。更何况是上任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哇，老子当上总统，结果你留这么多的债给我，搞什么东西？所以他第一任的时候，其实就取消了好几样政策。拜登时期又稍微走回了一点左派的路子，当时国际上也逐渐开始检讨补贴的声音。这到川普第二次入主白宫，看到说，哇，老子当年中间交还给你民主党，现在又回到我手上了，哇！第一次当总统就看到这么多的账单，第二次当总统还看到那么多的账单。大家请看中间那句话：摧残农民的太阳能发电。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句话不只在讲美国，也在讲台湾？美国土地这么广大的情况下，仍然有光电抢农地的问题。那更何况是我们小小多山的国家。川普其实看不下去，不只是以成本、财政的因素，甚至他还拿了农民当做这个盾牌，以农民的名义起义啊。当然，现在市场上关心的其实是 Elon Musk， 因为 Elon Musk 他自己做电动车，然后也有相关的一些太阳光电的产业，所以现在大家在期待说 Elon Musk 会不会出来回应 Trump 的说法？因为大家知道前阵子就是 Trump 邀请马斯克进这个 DOGE， 就是那个政府效率部砍掉很多的支出，所以声名大噪。但后来呢 ，Trump 跟 Musk 就开始吵架，因为大美立法案在推特上就进行史上最昂贵的吵架，因为那个特斯拉的那个股价暴跌。现在两人据说有和缓一些，因为 Trump 的这个言论出来。所以这一两天市场上在关心的就是 Elon Musk 要不要出来讲话，他要如何回应川普针对风光电再生能源的这些补贴终止政策，以及这个政策会不会影响到 Musk 的电动车 Tesla， 或者是相关的电池产业、储能产业，或者相关的太阳能产业，会不会影响到？我一直都觉得能源政策其实这几年来，它越来越容易被意识形态绑架，它已经变成是一种意识形态拿来当做表征的工具，它也是一个在政党上面很多人会选择你路线的一种起手式。如果今天把能源政策这件事情也把它当成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种表彰的方式，它也会是一个钟摆。就有一个政府不要脸到永远不愿意钟摆，叫民进党。我觉得就是说，到底是我先想好了方向，结果有能源蟑螂出来去捞这笔钱，还是我为了想要养活能源蟑螂而往这个政策的方向走？但在台湾遇到一个问题是，它就是死不悔改，它就是一条道路走到黑。当然是所有的政治规律，它一定是一个钟摆效应。
效应。唯一不能被检讨的能源政策的政党就是民进党。川普他这种属于 MAGA 派，他就是一个很传统粗暴的价值啦。他本来就比较拥趸石化产业，还有基于石化产业的相关产业链，最明显就是汽车嘛。在美国因为要铺设电桩，如果靠私人的话，会遇到个问题，电桩的密度跟人口密度，它会有一个相对的正相关。但是美国的问题在于说，它的人口密度稀疏，它相对集中在东部。出了东部之后，它也很连续的原野，你电车一跑，可能400-500公里，其实续航已经不错。当然，现在电车可以做到更长，可是美国更大。从怀旧的角度，从情感的角度，到经济的现实角度，川普本来就会更加的觉得石化油这种东西啊，好输送、好保存嘛，铺设成本也比较低，所以它这里面背后有这样的。那当然，另外大陆它是长期的投入国家长期稳定政策的，它不像民主党上来就扶绿能嘛，共和党上来就反绿能，是啊是啊，那就永远在那摇摆。大陆很多政策可以弯道超车，有它先天上的优势，因为它短期内它发展的快，所以它可以越过很多不必要的弯路。大陆为什么往往可以在科技还有很多部分弯道超车？当然，第一个有赖于他们体制问题，而它的制度就是让它的政策有一个延续性嘛。他们是科技先行，法规跟上，他们法规其实一开始比较落后，所以要去动那个法规很快。在很多已经是相对成熟的国家，它的法规太完善到不好动。但是在大陆，因为一开始基础的法规相对薄弱、漏洞多的情况之下，所以它修法很快，法律很快可以跟进科技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大陆后面弯道超车的原因。我们来看一下苏贞昌的笑话。这个公投是在你任内通过的，不在苏主席，你也编了400多亿追加预算呢，还希望如期如职完工呢，你忘了吗？总统，你看看现在的情形，所以我不是看现在，我也要看过去的发展。你不能忘记你过去做决定，现在就完全忘记了，这也不好吧？总统没有忘记，而是有啊，你每一步都让我感觉到你在忘记啊。你想啊，你想要再追加医生440亿，你起，搁停，搁起，搁追加。所以其实这一段就证明说，民进党的政策永远在那边反反复复，但是反核呢是他们逾越不过去的一道神主牌。就是他的政策在实务上会反复，是因为他的神主牌不断发酵。其实民进党2张神主牌在今年都彻底碎裂，一张就是台独及抗中保台及反共护台，都是属于台独这张牌。之前彻底726就证明彻底已经反感啦，彻底完蛋。其实本来就烂，今年的感觉是更强烈，但是现在主要是说投票率了。那怎么吹投票率呢？来跟很多人出来吹投票率，我们来看一下。以前国民党不敢做这种图卡，倒数一天百工百业挺核能，爱丽丝前美国战略司令部朱立文啊，前美国能源部长古立言 AIT 处长，还说要卖核能设备给我们。对，童子贤合作董事长黄仁勋辉达执行长林柏峰中华民国337企业交流会。以前会觉得说，在没有很明确的授权底下，国民党不敢轻易的做这样的图卡，论述上面比较保守。因为公投它是投事不是投人，所以很多人更勇于表态。陈胜文这个核废料水很闹，来，我们这有影片的，是从蓝屿带回来的，那接下来就要把这些水送到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让他们喝。我想要喝啊，怎么样？我现在就喝给大家看。你以为喝水会有什么荣誉勋章吗？你是谁啊？无聊至极啊！没关系，我们不要给他镜头。台湾需要能源，台湾需要。不要给他镜头，不要给他镜头，走。台湾就是需要核。你在抢什么镜头？核能的核废料呢？每一个呢都是有科学的、理性的，可以来去检验的。放在哪里？你这样讲话放在台北市敢不敢？没有人敢啊，卢秀燕也不敢。统一发放啊，你这样子喝，赞，1年4季都在喝。好，我给大家看好不好？结果这个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甘甜的水，这个水到底去哪里买的？通通再给我来1箱好不好？我明年选举的时候也要买同样的水，这么好喝的水哪里找呢？这次的行动最主要是希望大家关注到拍这一段影片全部的时候呢，民视的摄影就已经讲了一句话，不小心被录进去。这个如果业配的话，我就不想拍了。摄影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因为它有高度的敏感性，所以摄影大哥一定是直觉上认为这就是被下业配了嘛。好，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华民国有哪一个政治人物胆敢叫记者不要给他镜头？只有2种可能，第一个民视你家开的，第二个底下业配，所以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业配。就是陈胜文这一支影就被我跟徐小新去吹向留言打脸然后我们的打脸被按赞数还比他的多。我其实，在过程中我有点感动，因为当初跟着我们一起去陈胜文的脸书也好、Thread 也好，下面打脸的网友是源源不绝的涌进，而且很多的网友他不只是去嘲讽陈胜文、嘲笑啦，甚至也会顺带提
贴兰屿核废料啊，或者说甚至是其他高阶核废料、低阶核废料怎么分，兰屿的只是低阶，然后什么的，顺便就把科普资讯给贴过去，很好。陈胜文这一招，他故意想要凸显兰屿核废好可怕，但反而大家一涌而上，每一个人都说你是傻了，这根本就不可怕，这根本就很安全，那是一个很直观的感受。你就穿短袖短裤在那边，你就站在核废料壕沟旁边，你都没代志，这不就证明了核废很安全？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陈胜文真的帮我们很大的忙，他带起了这个很直观、直觉的社会参与感。